有他了，开睡。可能有人一提起成吉思汗，就觉得是只会打仗的草原霸主，满脑子都是铁骑屠城的画面，没什么值得细聊的。但今天我偏要跟你们好好唠唠这个从草原孤儿拼到拥有海洋四方的可汗。他的人生比任何史诗都热血，他的挣扎比任何悲剧都戳心。即使你们不喜欢这段历史，我还是要讲，因为他身上藏着一个人在绝境里怎么爬，怎么打，最终改写整个欧亚格局的所有答案。现在拿起手机，设置好听抖音模式，咱们一起沉浸式追剧，从公元1162年沃南河上游的那个蒙古包开始，看看一代天骄是怎么从泥里长出铠甲的。公元1162年的漠北草原，沃南河上游的水草正丰美，乞颜部的首领也速该刚打了场大胜仗，他带着部众击败了世仇塔塔尔部，还生擒了塔塔尔的首领铁木真吾格。就在他带着战利品返回营地时，帐篷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他的儿子出生了。也速该高兴坏了，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就给新生儿取名铁木真。更奇的是，这孩子出生时右手紧紧攥着一块凝血，像攥着一颗小小的红色石头。草原上的萨满看到后，围着婴儿跳着舞说，这是手握天下的征兆啊！这孩子将来会让整个草原都跟着他的马蹄震动。那时候没人当真，谁能想到这个在蒙古包里咕咕坠地的婴儿，未来会用铁骑踏遍欧亚大陆，把蒙古这个名字刻进世界历史的骨髓里。铁木真的童年开头还算顺遂，身为首领的儿子，他能骑着小马跟着父亲打猎，听部落里的老人讲草原上的英雄故事。可这份安稳在他9岁那年彻底碎了。按照草原习俗，男孩到了年纪要去岳父家定亲，也速该亲自带着铁木真去红吉腊部。红吉腊部出美女，是草原各部都想联姻的对象。幸运的是，他们很快就为铁木真定下了亲事，女方是红吉腊部贵族的女儿贝尔铁。按照规矩，铁木真要留在岳父家待满1年，也速该则独自返回乞颜部。谁也没料到，这竟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也速该在返程途中遇到了几个塔塔尔部的人，他们假装是友好部落，热情地邀请也速该喝酒。也速该没多想，端起酒碗就喝了下去，可那酒里早就下了毒。等他察觉不对劲时，毒已经渗进了5脏6腑。他拼着最后一口气回到营地，刚跟亲信交代完，照顾好铁木真，就咽了气。也速该一死，乞颜部就像没了主心骨的羊群，瞬间散了。那些原本依附乞颜部的小部落，见首领没了，立刻带着自己的牲畜和部众叛离，有的甚至趁火打劫，抢走了乞颜部的牛羊，连铁木真家的帐篷都被掀翻了。最后营地里只剩下铁木真和母亲呵额伦，还有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最小的弟弟才刚会走路。呵额伦是个硬气的女人，她没哭没闹，牵着孩子们的手搬到了沃南河沿岸的密林里，靠天吃饭。那时候的日子有多苦，春天挖野菜，夏天摘野果，秋天捕鱼，冬天只能靠打猎勉强果腹。铁木真才9岁，就要拿起比自己还高的弓箭，跟着母亲去林子里射兔子打野鸡。有一次他们连着3天没找到食物，最小的弟弟饿得直哭，铁木真咬着牙闯进雪地里，冻得手指发紫，终于射中了一只瘦弱的黄羊。一家人靠着这只黄羊才熬过了那几天。可比饿肚子更可怕的是部落的追杀。太赤乌部是乞颜部的宿敌，他们怕铁木真将来长大报仇，就派人到处找他，想斩草除根。有一次太赤乌部的人找到了铁木真的藏身地，把他抓了起来。他们给铁木真套上沉重的木枷，木枷的棱角磨得他肩膀流血，还把他拉到各个营地示众，嘴里喊着看啊。
这是也速该的儿子，乞颜部的余孽。铁木真咬着牙不说话，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死，我要活着回去找母亲和弟弟妹妹。到了晚上，看守他的人喝多了酒，睡得像死猪一样。铁木真悄悄挪动身体，用牙齿一点点咬断木架上的绳索，绳子又粗又硬，把他的嘴唇都磨破了，渗出血来，他也没停下。终于绳索断了，他趁着夜色钻进密林，像一只受惊的小狼，在雪地里跑了整整一夜。天亮时，一个好心的牧民发现了冻得快没气的铁木真，把他藏在羊毛堆里，还给了他一块干肉。靠着这份帮助，铁木真才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那天晚上，他抱着母亲的胳膊，小声说：娘，我以后一定要变得很强很强，再也不让人欺负我们了。从那以后，铁木真就像变了个人，他不再是那个偶尔会撒娇的孩子，眼里多了股狠劲。他知道，在草原上，没实力就没活路，要想保护家人，就得重建乞颜部。可他手里只有几个家人和寥寥几个老部众，根本没能力跟其他部落抗衡。他想起父亲生前说过，曾和克烈部的首领王罕结为安达，草原上的安达就是一兄弟，要同生共死的那种。铁木真觉得这是唯一的机会，他翻遍了家里仅有的财产，找出一件父亲留下的黑貂皮大衣，这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了。他抱着貂皮大衣，独自骑着一匹瘦马，穿过茫茫草原去寻找王罕。见到王罕时，铁木真的衣服都被草原上的风吹得破破烂烂，脸上还带着冻伤的痕迹。他跪在王罕面前，把貂皮大衣举过头顶，说：王罕叔叔，我父亲曾和您是安达，现在我家道中落，恳请您帮我收拢乞颜部的旧部，我铁木真发誓，将来一定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您。王罕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少年，想起了和野速该一起喝酒打猎的日子，心里有点发酸，就答应了他：孩子，你放心，我会帮你的，谁让我是你父亲的安达呢？有了王罕的支持，铁木真的底气足了不少。他又找到了扎达兰部的首领扎木合，扎木合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两人曾经一起在草原上放牧，一起分享烤羊肉，还交换过信物，也结为了安达。扎木合见铁木真来找自己，很是高兴，拍着他的肩膀说：铁木真，我们是安达，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帮你。在王罕和扎木合的双重帮助下，铁木真开始四处寻找乞颜部的旧部。那些老部众听说铁木真回来了，还有王罕和扎木合撑腰，纷纷回到他身边，有的是念及野速该的旧情，有的是觉得铁木真这孩子有出息。慢慢的，乞颜部的帐篷又在沃南河沿岸支了起来，虽然人不多，却有了复兴的样子。公元1189年，在所有追随者的拥戴下，铁木真被推举为乞颜部的新首领。这本来是件高兴事，却让扎木合心里很不是滋味。扎木合觉得自己帮了铁木真这么多，现在铁木真成了首领，风头都被他抢了，而且乞颜部越来越强，迟早会威胁到自己的扎达兰部。两人之间的安达情谊开始蒙上一层阴影。没过多久，矛盾就爆发了。扎木合的弟弟是个蛮横的人，他看到乞颜部的牧民放着一群好马，就想抢过来，结果被乞颜部的人当场杀死。扎木合得知消息后，怒火中烧，觉得这是铁木真故意挑衅。他也不跟铁木真商量，直接联合了太赤乌、塔塔尔等13个部落，凑了3万大军，朝着铁木真的营地杀过来。这就是草原历史上有名的13翼之战。翼是草原部落对军队的称呼，扎木合有13翼，而铁木真能凑出来的部众，满打满算也只有1万多人。面对3倍于己的敌人，铁木真没有慌，他把自己的部众分成13翼，每翼由一个亲信统领，
分别驻守在沃南河沿岸的各个山口，形成一道防线。战斗打响那天，草原上的风都带着血腥味，札木合的大军像潮水一样冲过来。铁木真的部众虽然奋勇抵抗，可架不住对方人多，很快就被冲散了。有几亿的士兵甚至直接扔下武器逃跑。铁木真看着溃散的部众，知道再打下去只会全军覆没，只能带着残部退到沃南河上游的峡谷里坚守。札木合打赢了，却干了件蠢事。他把俘虏的乞颜部人拉到营地中央，架起一口大锅，把人活生生扔进锅里煮杀，还逼着其他部落的人围观。草原上的人虽然崇尚武力，却最恨这种残忍的手段。各个部落的首领看着锅里的惨状，心里都凉飕飕的。今天他能煮起盐部的人，明天会不会煮我们的人？反而有不少部落觉得，铁木真虽然战败了，却从没干过这种缺德事，跟着他更靠谱。于是战后没几天，就有好几个小部落主动带着部众投奔铁木真，连一些原本跟着札木合的人也偷偷跑到了铁木真这边。13义之战成了铁木真统一草原的转折点，他输了战役，却赢了人心。战败后的铁木真没有消沉，他知道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得赶紧积蓄力量。他带着部众在峡谷里休养生息，一边训练士兵，一边派人去联络那些对札木合不满的部落。日子一天天过去，乞颜部的势力慢慢恢复，甚至比战前更强了。而铁木真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彻底消灭宿敌的机会。公元1196年，机会来了。南方的金朝派大军攻打塔塔尔部。塔塔尔部不仅是蒙古人的世仇，还经常骚扰金朝的边境，金朝早就想收拾他们了。塔塔尔部根本不是金军的对手，很快就被打得节节败退，营地都被烧了好几个。铁木真听到消息后，拍着大腿说，这是老天爷给我们报仇的机会。他立刻派人去见金军的将领，说愿意率军配合金军作战，一起消灭塔塔尔部。金军将领正愁找不到帮手，见铁木真主动来投，很高兴地答应了。铁木真亲自率领乞颜部的精锐，从侧面突袭塔塔尔部的后方。塔塔尔部本来就被金军打得晕头转向，现在又被铁木真偷袭，瞬间就乱了。铁木真的士兵像饿狼一样冲进塔塔尔部的营地，见了塔塔尔人就杀，不是他们残忍，而是塔塔尔部和乞颜部的仇太深了，也素该就是被塔塔尔人毒死的。这份仇铁木真记了10几年。这场仗打得很惨烈，草原上的草都被血染红了。最终塔塔尔部被彻底击溃，首领被金军斩杀，部众要么被俘虏，要么逃到了更远的草原。金朝皇帝为了表彰铁木真的战功，特意派人送来封号札兀体忽里，翻译成汉语就是部落统领。这个封号虽然不算高，却让铁木真在草原上的地位彻底稳了，连金朝都承认他的身份，其他部落再也不敢把他当成乞颜部的余孽，越来越多的部落开始主动归附他。消灭塔塔尔部后，铁木真的势力越来越大，帐篷从沃南河沿岸一直排到了克鲁伦河，部众超过了5万人。这时候他和克烈部王罕的矛盾也慢慢凸显出来。王罕看着铁木真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心里开始不安。他原本以为铁木真是个需要自己庇护的少年，没想到短短几年就成长到能和自己抗衡的地步。王罕的儿子桑昆更是嫉妒铁木真，天天在王罕耳边说，父亲，铁木真现在这么强，迟早会反过来吞并我们克烈部，不如早点除掉他。王罕一开始还犹豫，毕竟和野宿该是安达，可架不住桑昆天天吹耳边风，最终还是动了杀心。公元1203年，王罕派人给铁木真送信，说要在自己的营地举行宴会，请铁木真来商量两家联姻的事。
想把桑昆的女儿嫁给铁木真的儿子。铁木真一开始没怀疑，还准备了礼物，打算去赴宴。可出发前，一个在克烈部当卧底的亲信偷偷跑回来，告诉铁木真，首领不能去，王罕和桑昆要在宴会上暗杀你。铁木真吓出一身冷汗，赶紧取消了行程，还派人去王罕的营地，说自己突然生病，没法赴宴。王罕见计谋败露，索性撕破脸，亲自率领克烈部的大军，趁着夜色突袭铁木真的营地。铁木真的部众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帐篷被烧，牲畜被抢，士兵死伤惨重。铁木真带着少数亲信在混乱中突围，一路逃到了班朱尼河。这条河是克鲁伦河的支流，河边只有几棵枯树，连草都长得稀疏。这是铁木真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身边只剩下19个追随者，没有粮食，没有水源，连马都没几匹能跑的。他们只能喝河里浑浊的泥水，饿了就射杀几只路过的野鸟，或者洼地里的草根充饥。有一天，一个追随者好不容易打到一只羊，大家把羊杀了，连毛都没拔干净，就用火烤着吃，连羊血都分着喝了。铁木真看着身边这些不离不弃的人，心里又酸又热。他端起一碗浑浊的河水，对着班朱尼河发誓，我铁木真今日与诸位共饮此水，将来若能成就大业，必与诸位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为此事，天诛地灭。19个追随者听完，都跪下来哭着说，我们愿意誓死追随首领。后来，这19人被称为班朱尼河19功臣，成了蒙古帝国的核心力量。不管后来铁木真当了多大的可汗，对这19人始终信任有加，他们的子孙也成了蒙古帝国的贵族。在班朱尼河待了1个多月，铁木真开始派人出去收拢残部。让他没想到的是，很多打散的士兵听到他还活着，都纷纷朝着班朱尼河的方向赶来，连红吉剌部也派来了援军。红吉剌部和铁木真有联姻，贝尔铁就是红吉剌部的人，他们不想看到铁木真倒台。慢慢的，铁木真又聚集起了2万多人。而另一边的克烈部因为打赢了仗，内部开始闹矛盾。王罕和桑昆为了分战利品吵得不可开交，几个部落首领也因为分赃不均互相猜忌。铁木真得知消息后，知道反击的机会来了，他亲自率领精锐骑兵，趁着夜色突袭王罕的营地。克烈部的人还在睡梦中，就被蒙古人的马蹄声惊醒，营地瞬间乱成一团。王罕和桑昆根本来不及组织抵抗，只能带着少数亲信逃跑。这场仗打得干净利落，克烈部的大部分部众都投降了铁木真，只有王罕和桑昆逃了出去。王罕在逃亡途中遇到了乃蛮部的人，乃蛮部是草原西部最强大的部落，一直想吞并其他部落。乃蛮部的人不认识王罕，见他穿着华丽，以为是普通的牧民，就把他杀了，还抢走了他的财物。桑昆则一路逃到西域，最后被当地的部落首领杀死。消灭克烈部后，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的东部，现在只剩下西部的乃蛮部还在和他对着干。乃蛮部的首领太阳汗是个自视甚高的人，他觉得蒙古东部的部落都是蛮夷，铁木真更是个没文化的草原小子，根本不配和自己抗衡。他听说铁木真消灭了克烈部，就对部众说，铁木真这小子越来越猖狂，我们必须出兵教训他，让他知道乃蛮部的厉害。公元1204年，太阳汗联合札木合等残余势力，凑了4万大军，朝着铁木真的营地杀过来。这一次，铁木真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附别人的少年了，他已经有了5万多精锐部众，还制定了周密的战术。他把部众分成4队，每队由一个最勇猛的将领统领，
像4只雄鹰一样，从4个方向包抄乃蛮部的大军。战斗打响那天，太阳汗看到蒙古人的骑兵像潮水一样冲过来，心里就慌了。他没想到铁木真的军队这么能打。更让太阳汗崩溃的是，札木合居然临阵脱逃了。札木合本来就不想跟着太阳汗打仗，见蒙古人势不可挡，偷偷带着自己的部众溜走了。乃蛮部的士兵一看札木合跑了，军心瞬间大乱，有的人也跟着往后退。太阳汗想拦都拦不住，只能硬着头皮指挥军队抵抗。可蒙古骑兵的冲击力实在太强，乃蛮部的阵型很快就被冲散，士兵们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逃窜。太阳汗在乱军中被一箭射中胸口，倒在马背上，没一会儿就没了气息。太阳汗一死，乃蛮部彻底没了抵抗的心思，剩下的部众纷纷投降。札木合虽然逃了出去，可他的部众早就不想跟着他了，毕竟他之前诛杀俘虏的事太不得人心。没过多久，札木合就被自己的部下绑了起来，送到了铁木真面前。铁木真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安达，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小时候两人一起放牧，一起分享食物的日子，又想起札木合联合其他部落攻打自己的场景。最终铁木真还是念及旧情，没有对札木合处以极刑，而是赐他自尽，给了他一个体面的结局。消灭乃蛮部后，蒙古草原上再也没有能和铁木真抗衡的势力了。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沃南河源头召开了忽里勒台，这是蒙古草原最隆重的部落联盟会议。草原上所有部落的首领都骑着马赶来参会，帐篷从沃南河岸边一直排到了远处的山坡上。会上，所有首领一致推举铁木真为成吉思汗，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可汗。当成吉思汗的称号从萨满口中喊出时，草原上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骑兵们骑着马在草原上奔驰，挥舞着马刀，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成吉思汗正式建立了蒙古帝国，定都和林。他没有像其他部落首领那样把草原分给自己的亲人就完事，而是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制度。他把蒙古草原分成95个千户，每个千户由一个有功之臣统领。这些千户既是军事单位，也是行政单位，千户的首领直接对成吉思汗负责。他还组建了怯薛军，这是一支由1万名精锐骑兵组成的皇家护卫军，成员都是从各个千户中挑选出来的勇士，他们日夜守护在成吉思汗身边，既是保镖，也是成吉思汗最信任的作战力量。除此之外，成吉思汗还让维吾尔人塔塔统阿创造了蒙古文字，结束了蒙古人没有文字的历史，又制定了蒙古第一部成文法大札撒，明确了各个阶层的权利和义务，让蒙古帝国从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帝国。统一蒙古草原后，成吉思汗的目光开始投向草原之外的地方。当时蒙古帝国的南方是金朝，西方是西夏，这两个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压迫蒙古部落。金朝每年都要向蒙古部落征收沉重的赋税，还经常派兵到草原上剪钉屠杀蒙古的青壮年。西夏则控制着蒙古和西域的贸易通道，对蒙古商人课以重税。成吉思汗早就想收拾这两个邻居，他决定先从实力较弱的西夏入手，试探一下中原政权的实力。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第一次率军攻打西夏，蒙古骑兵像一阵风一样冲进西夏境内，攻占了西夏边境的几座城池，掠夺了大量的牛羊和粮食。西夏军队根本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只能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成吉思汗见西夏没什么抵抗力，又担心后方不稳，就带着战利品撤回了蒙古草原。这次出征虽然没消灭西夏，
却让成吉思汗摸清了西夏的实力，也让蒙古骑兵积累了和中原军队作战的经验。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第二次攻打西夏，这次他把目标对准了西夏的北部地区。蒙古骑兵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先包围了西夏的军事重镇乌剌海城，然后在城外设伏，消灭了西夏派来的援军。乌剌海城的守军见援军被灭，只能开城投降。成吉思汗在乌剌海城驻扎了几个月，逼迫西夏国王李安全派使者来求和，答应每年向蒙古帝国缴纳贡品，才率军撤退。2次攻打西夏的胜利，让成吉思汗有了底气。公元1211年，他认为攻打金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以为祖先报仇为由，金朝曾杀害蒙古部首领俺巴海，这是蒙古人心中多年的痛，率领蒙古大军南下，向金朝发起进攻。金朝皇帝完颜永济根本没把蒙古人放在眼里，他觉得蒙古只是个草原蛮族，最多只能在边境上骚扰一下，根本没能力攻打金朝的腹地。可他没想到蒙古骑兵的战斗力会这么强，蒙古大军很快就突破了金朝的长城防线，直逼金朝的中都。完颜永济这才慌了神，赶紧派大军在野狐岭迎战。金朝军队有40多万人，是蒙古大军的2倍多，可他们大多是步兵，而且指挥混乱，将领之间还互相拆台。成吉思汗抓住金朝军队的弱点，采用集中兵力、分割包围的战术，派怯薛军率先冲破金朝军队的阵型，然后其他部队跟进，把金朝军队分割成好几块，逐个歼灭。野狐岭一战，金朝军队死伤惨重，40多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金朝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能力和蒙古帝国抗衡。公元1215年，蒙古大军攻占了中都。成吉思汗没有让军队屠城，而是下令保护中都的百姓和工匠。他知道中原的工匠能制造蒙古人不会造的武器和工具，中原的百姓能为蒙古帝国提供粮食。他还任命契丹人耶律楚材为自己的谋士。耶律楚材是个精通汉文化的人，他劝成吉思汗以儒治国，不要一味地靠武力征服。成吉思汗虽然没完全采纳，却也开始重视中原的文化和制度。攻占中都后，成吉思汗并没有继续追击金朝的残余势力，而是任命木华黎为太师国王，让他负责经略中原地区，自己则率领大军返回蒙古草原。因为此时一个更大的目标出现在了成吉思汗的视野里，中亚的花剌子模国。花剌子模国是当时中亚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着东西方贸易的要道，每年都能从贸易中获得巨额财富。可花剌子模国的国王摩诃末是个傲慢的人，他根本看不起蒙古帝国，觉得蒙古人只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派了一支由500人组成的商队去花剌子模国，想和花剌子模国建立贸易关系。可商队到达花剌子模国的边境城市额达腊时，当地的守将见商队携带了大量的财物，就见财起意，诬陷商队是蒙古间谍，把商队的人全部杀死，抢走了财物。成吉思汗得知消息后，先是派使者去花剌子模国交涉，要求摩诃末处死额达腊的守将，赔偿蒙古帝国的损失。可摩诃末不仅拒绝了成吉思汗的要求，还杀死了蒙古的正使，把副使的胡子剃光，羞辱了一番后放回蒙古。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成吉思汗，他发誓要让花剌子模国付出代价。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亲自率领20万大军开始了第一次西征。蒙古大军兵分4路，分别攻打花剌子模国的不同城市。成吉思汗率领主力部队攻打花剌子模国的都城撒马尔罕，
术赤率领一路大军攻打花剌子模国的东部城市，察可台和窝阔台率领一路大军攻打额达腊，哲别和速不台则率领一路大军攻打花剌子模国的南部城市。花剌子模国虽然有40多万大军，可摩诃末采用了分兵防守的策略，把军队分散在各个城市里，导致每个城市的兵力都不足。蒙古大军则采用逐个击破的战术，先包围城市，然后用中原工匠制造的工程器械攻打城墙，很快就攻占了一座又一座城市。额达腊的守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拼死抵抗，蒙古大军攻打了5个月才攻破城池。成吉思汗下令处死了这个守将，为商队报了仇。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率领主力部队包围了撒马尔罕。撒马尔罕是花剌子模国的都城，城防坚固，守军有5万人，还有大象组成的象阵。可蒙古大军并不害怕，他们先用攻城锤撞击城墙，再用弓箭射杀城墙上的守军。守城的士兵见蒙古大军攻势猛烈，心里开始害怕，有的士兵甚至偷偷放下武器逃出了城。没过几天，撒马尔罕的守军就开城投降了。成吉思汗进入撒马尔罕后，并没有像花剌子模人担心的那样屠城，而是下令凡是放下武器投降的士兵一律免死，凡是普通百姓一律不准伤害，凡是工匠都要集中起来带回蒙古草原。他还派人修复了撒马尔罕的城墙和宫殿，让撒马尔罕尽快恢复秩序。不过，对于那些曾经抵抗过蒙古大军的士兵，成吉思汗还是进行了惩罚。他下令将他们编成千军，让他们在蒙古大军的前面冲锋，充当炮灰。攻占撒马尔罕后，摩诃末带着少数亲信开始向西逃亡。成吉思汗派哲别和速不台率领一支军队追击摩诃末，要求他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哲别和速不台率领军队一路向西，穿过里海、高加索山脉，进入了欧洲境内。他们先是击败了钦察部落，然后又打败了罗斯诸公国的联军，一直打到第聂伯河沿岸。欧洲人根本没见过这么勇猛的骑兵，把蒙古人称为上帝之鞭，认为是上帝派来惩罚他们的。不过哲别和速不台并没有在欧洲久留，得知摩诃末病死在里海的一个小岛上后，他们就率领军队东返，回到了蒙古草原。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返回蒙古草原。此时的蒙古帝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领土面积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可成吉思汗并没有停下脚步，因为他还有一个心病——西夏。西夏虽然之前向蒙古帝国称臣纳贡，可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西夏却撕毁了盟约，不再缴纳贡品，还和金朝结盟，准备共同对抗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大怒，决定亲自率军第3次攻打西夏。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领10万大军攻入西夏境内。此时的西夏已经衰落，根本抵挡不住蒙古大军的进攻。蒙古大军很快就攻占了西夏的大片领土，包围了西夏的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国王李宪派人向成吉思汗求和，希望能延缓一段时间投降。成吉思汗没有答应，下令继续攻城。可就在攻打兴庆府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不幸在围猎时坠马受伤。当时天气很冷，成吉思汗的伤势越来越重，连骑马都困难。手下的将领劝他先撤军，等伤势好转后再攻打西夏，可成吉思汗不同意。他说，西夏是我们的宿敌，今天不消灭他，将来一定会成为蒙古帝国的后患。我就算死，也要看到西夏灭亡。他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军队攻打兴庆府。公元1227年7月，兴庆府弹尽粮绝，
西夏末帝李宪被迫投降。成吉思汗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在临终前留下遗嘱，死后密不发丧，待西夏国王和大臣出城投降后，将他们全部处死，以绝后患。他还对儿子们说，金朝的主力在潼关，我们可以借道南宋，从背后攻打金朝，这样就能一举消灭金朝。公元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在六盘山的营帐中病逝，享年66岁。按照他的遗嘱，蒙古大军没有对外公布他的死讯，而是继续包围兴庆府。等李宪和西夏的大臣们出城投降后，蒙古大军突然发动袭击，将他们全部处死，还对兴庆府进行了屠城，西夏正式灭亡。成吉思汗的遗体被秘密运回蒙古草原，按照蒙古人的习俗进行秘葬。蒙古人不建坟墓，而是将遗体埋在地下，然后用万马踏平墓地，再种上树木，让后人无法找到。为了保密，护送遗体的士兵还杀死了路上遇到的所有人。直到今天，成吉思汗的陵墓具体位置仍是一个谜，人们只能在蒙古草原上修建象征性的陵墓来纪念这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虽然去世了，但他建立的蒙古帝国并没有停止扩张的脚步。他的儿子窝阔台继承汗位后，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借道南宋，攻打金朝的背后，最终在公元1234年灭亡金朝。他的孙子拔都进行了第二次西征，征服了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金帐汗国。他的另一个孙子序列兀进行了第三次西征，灭亡了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建立了伊犁汗国。到公元13世纪中期，蒙古帝国的领土面积达到了3300万平方公里，东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北抵北冰洋，南至印度洋，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之一。成吉思汗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在于他先进的治国理念。他打破了草原部落的血缘界限，将不同部落的人编入千户，让他们都成为蒙古人，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他重视人才，不管是蒙古人、汉人、契丹人还是西域人，只要有才能就会得到重用。耶律楚材为蒙古帝国制定了治国方略，塔塔统阿创造了蒙古文字，郭侃则成为了蒙古西征的名将。他还重视贸易和科技，鼓励蒙古商人与东西方各国进行贸易，将中原的火药、指南针等发明传到西方，又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等知识传入中国，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然而，成吉思汗的扩张也给被征服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蒙古大军在西征和南下的过程中，为了威慑敌人，多次进行屠城。在攻打花剌子模国的玉龙劫持时，蒙古大军屠城7天，杀死了数十万百姓。在攻打金朝的开封时，开封城内的百姓几乎被屠杀殆尽。这些暴行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很多文明古国也因此衰落。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依然存在巨大争议的原因。从历史影响来看，成吉思汗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统一了蒙古草原，结束了草原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让蒙古人从一个分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他的西征打开了东西方交流的通道，让东西方的商人、学者能够自由往来，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融合。他建立的蒙古帝国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对后来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成吉思汗，欧洲可能不会出现文艺复兴，中国可能不会有元朝的统一，世界历史的进程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在蒙古草原上，成吉思汗的故事代代相传，成为了蒙古民族的精神象征。蒙古人尊称他为一代天骄，认为他是蒙古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在今天的蒙古国，
成吉思汗的雕像矗立在首都乌兰巴托的市中心，雕像高达40米，成吉思汗骑在马上，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成吉思汗的诞辰被定为国家节日，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蒙古人会穿上传统的蒙古服饰，骑着马，挥舞着马刀，重现当年蒙古大军出征的场景。在中国的蒙古族聚居区，成吉思汗也被视为民族英雄。内蒙古的成吉思汗陵虽然不是成吉思汗的真正陵墓，却成为了蒙古族群众的精神圣地。每年都有大量的蒙古族群众来这里祭拜成吉思汗，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成吉思汗的故事还被改编成小说、电影、电视剧，广泛流传，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成吉思汗的评价，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是侵略者，他的扩张给被征服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有人认为他是伟大的征服者，他建立的蒙古帝国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是世界历史上的英雄。还有人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他统一了蒙古草原，为蒙古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实这些评价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成吉思汗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行为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残酷的一面。成吉思汗的军事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强调集中兵力，速战速决，主张在战斗中采用灵活的战术，如迂回包抄、分割包围、诱敌深入等。这些战术被后来的许多军事家所借鉴。拿破仑在欧洲作战时就曾研究过成吉思汗的战术。二战时期，德国的闪电战也借鉴了蒙古骑兵的快速突击战术。他还重视军队的纪律，制定了严格的奖惩制度，规定凡是战场上退缩的士兵一律处死，凡是立下战功的士兵一律重赏。这让蒙古大军成为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成吉思汗的治国理念也为后来的蒙古帝国奠定了基础。他制定的大札撒虽然包含了一些残酷的条款，如偷盗者处死、说谎者处死等，却也为蒙古帝国提供了法律依据，维护了帝国的稳定。他推行的千户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让蒙古帝国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他重视人才的理念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才，为蒙古帝国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如今，随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人们对成吉思汗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蒙古文的蒙古秘史、汉文的原始以及西方的马可波罗游记等文献，逐渐还原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考古学家则在蒙古草原上寻找成吉思汗的陵墓，希望能找到更多关于他的线索。虽然成吉思汗的陵墓至今仍未被发现，但其留给世界的遗产却从未被遗忘。蒙古草原上的风仿佛还在诉说着他率领铁骑征战四方的传奇。欧亚大陆上的古城遗址依稀还能看到蒙古大军过境的痕迹，而那些记载着他事迹的文献更是成为了历史学家研究中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资料。或许正是因为成吉思汗陵墓的神秘，才让他的故事更具传奇色彩。人们想象着在沃南河上游的肯特山深处，那片被万马踏平、长满树木的土地下，埋葬着这位一代天骄，也埋葬着蒙古帝国最辉煌的记忆。这种神秘不仅没有让人们忘记成吉思汗，反而让更多人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要探寻他的生平，了解他的思想，解读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